人生当中，除了考试，很少有100%正确的选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选择那些最有可能正确的选项。比如看房、买房，如果看了第一个就买了，可能会后悔，因为以后可能会碰到更好的。但如果一直看，一直拖，一直没买，也可能会后悔，因为可能错过了最好的。人生很多事情都是如此，谈恋爱、结婚、找工作、学行业、买车等等。那最科学的决策方法应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37%的法则，大概这1/3多一些。这个比例是有科学依据的，不是我瞎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拿看房、买房举例。首先给自己定下一个限定的时间或者数量，比如2个月之内必须把房子买好，或者看100套房子之内必须把房子买好。那么在这个限定的前37%，如果是2个月，那就是前23天只看不买，然后一定要记住自己最满意的房子。在后面的时间，一旦看到比自己最满意的房子还好，或者差不多的，立刻下手，毫不犹豫。这样的决策方法不一定保证选到最好的，但有最大的概率选到最好的。选择行业也是这样的，当然不会倒闭，这是在相对的时间范围之内，把周期拉到足够长。任何行业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休闲娱乐行业只会越来越火，谁都承认现在的大环境不好，经济下行，但更得承认历史是往前走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一定会越来越好。未来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大量人类做的工作将会有机器人代替，包括威胁性高的人的体力做不到的重复性的劳动、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化的工作、机械化的工作等。人将会被最大限度的解放出来，将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享受，也就是休闲娱乐。只不过精英人群有精英人群的娱乐，普通老百姓有普通老百姓的娱乐。其实很简单的例子，就拿中国老百姓来说，有几个事实是必须承认的吧。吃的穿的比以前好了，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幅度降低了，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娱乐。所以大众的休闲娱乐行业就是在最近10几年迅速崛起。短视频、直播、游戏、电视综艺、真人秀，未来几乎可能确认永不失业的行业。首先就是休闲娱乐行业，区别仅仅在于你选择的目标人群是谁，普通的老百姓还是精英阶层，以及你选择的细分赛道是什么。 KTV、 游戏厅、 AR 游戏、影院，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高科技。2. 宠物行业，人身上的那一套都可以拿过来。无论国家怎么鼓励生育，有个事实是必须要承认的，社会越发展，科技越进步，人们的生育欲望就会降低。什么经济压力、心理学、生育政策等等，通通不要考虑，太复杂，也考虑不明白，只需要考虑一个最基础的原因就可以了，这是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就是越强大的生物和个体，生育的欲望就越低，只有那些弱小的才需要强大的生育能力来维系种族的延续。比如蚂蚁、小鱼、老鼠、兔子，生育率下降就会把另外一个行业带火，宠物行业。因为当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要都被满足以后，就会产生社交需要。换句话来说，人是需要社交的，
家庭规模在变小，另外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更多的社交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这时候人不可避免的会觉得孤独，会需要陪伴，怎么办？那就各种宠物呗。所谓的宠物行业可绝不仅仅是宠物的买卖和相关的宠物用品。随着宠物在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甚至觉得所有人身上的那一套都可以往宠物身上去迁移。宠物洗浴、宠物按摩、宠物交友、宠物摄影、宠物医疗、宠物殡葬、宠物寄养等等。3. 养老行业蓬勃的引发经济，人的寿命几乎可以100%的确定会越来越长，但人们的生育欲望又在降低，生育力下降，关键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中国那些传统的子女养老模式会逐渐瓦解，因此养老行业一定会火起来，也就是首发的引发经济，并且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行业不可能衰落。首先在这里需要刷掉一个偏见，所谓的养老行业绝不仅仅是办个养老院、上门养老啥的，即使延迟到65退休的政策完全落实，大多数人也可以有10年以上的高质量生活。这帮人你就想吧，有钱有时间，需求旺盛，这不妥妥的好市场吗？老年人交友、老年大学、老年婚恋市场、老年人娱乐市场、老年求职市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赛道。4. 教育行业就从来没有衰落过，从2500多年前的孔圣人开创了这一行业，它就从来没有衰落过，并且只会越来越旺盛。尤其是在中国，首先中国人很卷，甚至从出生那一天就开始，而卷的最终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证书，卷的表现形式就是教育。其次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各种各样的证书，有资格证、技能证、学历证。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说苏州的顺丰快递招人的时候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事实上很快大专学历就不一定够了，同样的岗位以前大专就行，现在需要本科，未来可能是研究生才可以。最关键的是，对于每个人来讲，只有继续不断的学习才是未来社会生存的唯一法则。大学毕业并不是学习的结束，甚至很可能是学习的开始。老年大学、夜校现在也火起来了，原因是什么？人们自己会意识到这种学习的重要性。5. 上门家政行业，承认人越来越懒，其实应该再加一个前提，基于社区上的上门家政服务业。家政这个词是我所能想到的对这一类行业最好的描述了，但绝不是很多人想的那样，只是上门做卫生。我们要看到未来的一个趋势，会做家政的人越来越少，想做家政的人越来越少。这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上门保洁、上门做饭、上门收纳、家庭微景观设计、清洗抽油烟机、上门美甲美容、洗衣洗鞋。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基于社区这个前提呢？因为我说的上门家政跟生活服务平台上的那些产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拿保洁举例，现在很多家庭如果需要这种服务，都会选择京东、58同城等平台。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因为过于标准化，导致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6. 医疗健康行业，生活越好越需要。随着科技的进步，会有一些医疗岗位被取代，比如影像科室、医院里挂号收费的工作人员等，但整个行业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因为从人的出生到去世，它都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无论到什么时候，人都会生病，都有健康需求，会有原来的不治之症被攻克，但也会有新的疾病出现。预防、治疗、康复、保健、养生，每一个环节都有医疗健康行业的影子。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个现象，虽然当医生很累，但在整体就业环境愈发不稳定的前提下，反而有了更多的人去选择医疗行业。除此以外，还有5大行业也值得大家关注，它们是殡葬行业、人工智能行业、公务员、社区服务行业、社区餐饮行业。或许很难选到最好的，但我们可以努力去最大概率的追求最好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能够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请点下一个免费的赞。我们下个视频见啦！